热补之后，卡莎削弱了10%左右，纳尔的叠层速度回调至被加强之前，这是新的大数据榜单前8阵容。大数据验证了2个印象与实际或许不符的问题。第一个是天降凯隐真的有那么强吗？答案是能玩，但绝非值得每把奔着玩的 T0阵容。天降体系的4阶段锁血能力强，但阵容短板明显，过不了大肉前排，同时惧怕兵旅沙皇。基本对手把这2张卡补出来，你就会谁也打不过。又因为对2星凯隐、芒森、莫甘娜的需求很高，所以上9的节点会晚于主流节奏。第二个问题是，卡莎纳尔是不是不行了？其实不然，纳尔卡莎依旧在 T0序列，只是没有之前那么断档坏环境。热补后的阵容梯度如图 ：T0的神域艾希、斗舍卡莎、幽魂纳尔 ；T1的天降凯隐、神域95、灵魂莲华、尊者 Flex。减分玩法是午夜红溪、卓尔不群。T0第一套神域艾希，有奇幻4转就给安利，拉克斯换沙皇，接受空城连败，但不能接受烂经济。这套阵容的构筑比较贵，是一个需要在8级大搜质量的阵容，但同时很需要上9。冰女、沙皇、乌迪尔等成卡都是巨大提升，所以强化符文首选经济类。如果能开4青花，那么4青花的2星木木是最肉、最佩戴肉装的单位。能把尊者拼进来的时候，可以对阵容进行微调，首选把4青花下掉。T0第二套斗舍卡莎，现在的卡莎不推荐极星连败的玩法，因为现版本3阶段的极星连败收益调低，风险与奖励不对等，更推荐像艾希一样正常连胜过渡，无尽破亚弓、杀人剑、分裂等装备与艾希通用。可以考虑以寒冰摇摆，即便是卡莎8人口的前排也可不再拘泥于斗士，而是可以和寒冰用一套前排，安妮、奥恩、泰坦。拼尊者拼质量的话，可以考虑只开2射。T0第3套幽魂纳尔，开局有森林转或者刷阳土护林且独家时考虑玩。环境上节奏偏慢，现在的纳尔在3阶段不要抽得太急，可以接受最晚5杠1出3星，尤其是有同行时，拿个6、7张在手里，保证两边都不3星，然后上人口补质量。如果千珏与纳尔一起追3，则用图中的构筑。如果纳尔3的早，其他卡数量少，则上9找成卡变阵。凯隐、剑魔、俄罗伊圣换色提、宾旅、乌迪尔、塞拉斯。如果没有森林转，则把千珏换成辛德拉。T1序列天降凯隐。接受空城连败完，但不能接受经济差，你应当比同行先启动，但又不能拿经济强化。凯隐最好自己出破亚弓，因为阵容里没人带薄木，夜刃是必备的，不然浪费了天降挂件所提供的整体坦度。受制于装备数量，莫甘娜自带电刀鬼术最好，天降提供暴击属性，可以给莫甘娜出一个法爆。猴子的无尽同理，8人口启动后，如果凯隐没有2星，就用2星瞎子带战士装备过渡上9级成卡优先级，猴子大于洛，大于利桑卓，大于乌迪尔，大于刀妹，大于阿兹尔。T1第二套神域95，神域或者山海转职对阵容的强度提升很大，最好是直接上9抽，8级尬抽大概率烂分。过渡时多考虑用拉鲁恩，现在强度很不错，重视沙皇这张单卡，有多的暴力装备优先养它而非养会。T1第3套灵魂莲华，现在的莲华要跟上当前版本的运营节奏 ，C 位最好不再选择2费刘斯，而是4费卡辛德拉。在色提来之后，阵容有无转职的强度差异并不大，所以如果能连胜过渡，那么没有转职也可以考虑往这套阵容靠。辛德拉与莉莉娅的装备互通，可以考虑摇摆。减分玩法里，缥缈没有之前那么强了，只剩午夜红系和卓。午夜红系按我这么构筑，应该还是最舒服的。卓尔不群现在的后排物理 C 用卡莎，一般不用法系 C 位，用寒冰的话，一是和热门阵容冲突，二是和冰女互斥，好卡上不去是很伤的。而且这个阵容很缺装备，需要冰女来补装备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